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期间，全世界都屏住了呼吸，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剑拔弩张，核战争的阴霾笼罩着地球。就在这个关键时刻，一个名叫阿尔西波夫的苏联海军副旅长做出了一个改变世界历史的决定。当时苏联潜艇 B-59被美军驱逐舰包围，失去了与莫斯科的联系。潜艇内部温度高达60摄氏度，二氧化碳浓度严重超标，艇员们几乎窒息。舰长萨维茨基认为战争已经爆发，决定发射核鱼雷。按照规定，发射核武器需要3名高级军官一致同意。舰长、政委和副旅长阿尔西波夫，舰长和政委都同意了，只剩下阿尔西波夫。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他身上，历史的天平在这一刻悬而未决。如果他点头，第3次世界大战可能就此爆发，人类文明将面临毁灭。然而，阿尔西波夫拒绝了。他没有被恐惧和压力所左右，没有被群体情绪所裹挟，而是凭借内心深处的智慧和直觉，坚持认为应该浮出水面，重新建立通讯联系，而不是贸然发射核武器。这个决定拯救了世界。后来的历史学家称阿尔西波夫为拯救世界的人，但更令人深思的是，在那个生死攸关的时刻，是什么让他能够超越恐惧，超越群体压力，做出如此明智的选择？答案就是灵性。真正的灵性不是什么玄而又玄的东西，而是一种超越表面现象，直达事物本质的洞察力，是一种不被外界干扰，始终保持内心清明的能力，是一种在复杂局面中依然能够做出正确判断的智慧。阿尔西波夫的故事让我想起了职场中那些真正厉害的人。我还在职场上班的时候，总是能碰到截然不同的2种人。一种是颇有心机，喜欢讲究算计和心眼，这种人通常会被称之为城府深，场面之上会来事。另一种是外表看似单纯，但内心却极具能量，充满个人魅力，虽然也偶然会吃亏，但口碑很好。我天然更喜欢后者，用一个词来形容这类人，就是有灵性。他们之所以不喜欢算计，不是因为没有这方面的能力，而是明白过度的城府会让自己陷入狭隘的低维竞争中。就像阿尔西波夫一样，真正有灵性的人，他们的判断标准不是眼前的得失，不是表面的输赢，而是更深层次的价值和意义。他们能够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能够在混乱中保持清醒，在压力下保持冷静。低维全是方法论，高维都是能量场。从更高的维度来看，方法论永远是可复制的，但是现实中真正能拿到大结果的人，往往都是具备超强的能量磁场。这种独特的场域就是护城河。城府很深的人，他们获得蛋糕的方式，往往是通过侵犯别人的利益，压榨别人的资源，因此在这个过程中会实实在在得罪身边人，让别人对他们产生怨恨或是恼怒等情绪。所以一开始可能确实会占到很多便宜，但从长远角度看，一个人真正能获得巨大成就和财富的前提是，身边人都希望他能成功，也是来自身边人的善意托举。一个人才能拥有超强能量。试想一下，当身边人都不希望你成功，都不对你真心祝福的时候，又怎么可能拿到大结果呢？
这就像是在沙滩上建城堡，看似精巧，实则脆弱，一个浪头就能将其摧毁。而有灵性的人则不同，他们明白一个朴素的道理：真正的成功不是零和游戏，而是共赢的结果。他们不是通过压制别人来抬高自己，而是通过提升自己来带动别人。这种人天然具有一种向心力，能够聚集正能量，形成良性循环。我以前上班的时候，所在的销售团队里，销冠几乎永远都是一个没有什么攻击性的女生，她总是能在不经意的时候悄悄开单。在同事都发愁现在是淡季，没有很多客户的情况下，他似乎总是有自己的独特节奏。我见过他和客户谈单的方式，几乎不谈专业的词，不谈产品本身，也不去过多地使用各种逼单技巧，只是从用户自身的需求和情绪出发，坦率地提供自己的意见。所以他有一个令我们所有人都望尘莫及的技能，就是和很多客户都能处成朋友，是真实的发展出友谊。客户真的会把他的意见作为是否购买的参考。这让我想起了日本经营之神松下幸之助的一句话：生意的本质不是卖东西，而是帮助别人解决问题。这个销售女神正是践行了这一理念。她不是在推销产品，而是在提供价值；不是在征服客户，而是在服务客户。所以她总能比一般人拥有更多的客户转介绍，哪怕淡季没有新增客户的前提下，也源源不断有老客户为她推荐身边的亲戚朋友来购买。现在回想，她其实就是极有灵性的那类人。在别人还在苦苦研究如何用套路和技巧促成成交的时候，他已然是进入 next level， 不玩所谓的城府了。相反，我注意到团队里其实还有另外一类人，是典型的技巧派。他们擅长快速成交，但往往只关注成交本身，而忽略了后续的一系列服务。因此很多客户会在事后反应过来被套路了。当然，现实世界里没有人是傻子，人与人的信任感也往往只有一次试错机会。城府太深的人大多会早早用掉它。有本书叫《禅者得初心》，里面写到一句话我印象深刻：了解自己，就会了解一切。如果说灵性高的人有什么特质的话，我认为就是非常了解自己。他们有自我觉察的能力，会不断优化和调节自己的起心动念。这让我想起了苏格拉底的名言：未经审视的人生不值得过。真正有灵性的人，都是自己生命的观察者和思考者。他们不会被情绪牵着鼻子走，不会被欲望蒙蔽双眼，而是能够跳出来，以一种超然的态度审视自己的内心。其实很多时候人之所以会累，会气血不足，就是内心的能量在不断被外界所消耗。要么是自己主动去拥抱戾气，拥抱负能量场，要么是时时刻刻被外界牵动着内心，生怕自己在世俗世界里错过一丝一毫的争夺。但换个角度想，一个人的能量毕竟是渺小的，哪怕你已经穷尽了自己所有的套路，你所能得到的也只不过是夺取别人利益的一部分。而有灵性的人看得清内在，做得到自我觉知，所以他的所有能量都是用来构建更大的事业，是谋局的角色，而不是棋子。不关注竞争对手。我有时候和身边一些年长我许多岁，事业上拿到了结果的长者聊天，发现他们始终强调的一个关键词就是发心。他们总说，
做一个有城府的精明人，往往只能赢得一时。真正能让身边人都托举你的关键，在于你发善心、发大愿，愿意和所有人共享，而不是一个人独吞所有的利益。这让我想起了稻盛和夫的经营哲学。这位日本企业家一生创办了2家世界500强企业，78岁高龄还拯救了破产的日航。他的成功秘诀就是利他之心。他说，人生的意义在于提升心性，磨练灵魂。他的企业经营理念不是最大化股东利益，而是让所有利益相关者都能受益。所有外在的世俗成功，其实不过是内心愿景的显现。你的关注点永远在如何让自己变好、变通透、变灵性，你就真的会如心所愿。相反，如果你总是渴求别人如何倒霉，那有可能连带着自己的运势也慢慢变差。这不是什么玄学，而是一种朴素的因果关系。当你的心念是善的，你的行为自然是善的，你吸引来的也是善的能量。当你的心念是恶的，你的行为自然是恶的，你吸引来的也是恶的能量。上个月跟我多年未见的发小吃了顿饭，吃饭过程中，他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回信息，脸上时不时展露出愁容。我问他是不是碰到了什么难事，他说也没什么，就是最近刚入职了新公司，感觉自己进入了一个陌生的生态，很多事情和人情都没来得及熟络，所以多少有点焦虑。我理解他现阶段的状态，这也是很多人在现实世界里的困扰。如果仔细拆解的话，其实本质是我们都习惯了以单线的竞争思维去看待当下。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我们对周围的人事物都采取单向的竞争思维去判断的时候，我们永远处在浮浮沉沉的竞技状态里，要么比别人高，要么比别人低，但从来没想过我们和这个世界的关系是可以相互融合、相互合作的。这就导致我们总是在承受被别人超越的恐惧，于是内心就会激发出一种功利和计较。但是你发现没有，一旦自己内心的关注点在于如何超过别人，如何打败别人，那么心性就不再单纯了，不会再向内求索，去挖掘更深度和强大的自己。这其实是一种本末倒置。这让我想起了老子的话：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真正的高手从来不是通过争夺来获得成功，而是通过提升自己来自然而然地获得成功。他们明白，最大的竞争对手不是别人，而是昨天的自己。说到这里，我想起了马云的一个故事。在阿里巴巴最困难的时候，很多人建议他采用一些灰色手段来打击竞争对手，但马云拒绝了。他说，我们要做的不是打败别人，而是成就自己。如果我们把时间和精力都用在算计别人上，谁来专心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情？后来的事实证明，马云的选择是对的。阿里巴巴不是通过打败别人而成功的，而是通过创造价值而成功的。他们没有把竞争对手当作敌人，而是把他们当作同行者，大家一起把电商这个蛋糕做大。马云曾经说过一句话：格局决定结局，态度决定高度。这句话深刻地诠释了灵性与城府的区别。有城府的人，格局往往比较小，他们的眼光局限在如何从现有的蛋糕中分得更多；而有灵性的人，格局往往比较大，他们的眼光在于如何把蛋糕做得更大。
再说说乔布斯，很多人认为乔布斯是一个完美主义者，甚至有些偏执。但如果你深入了解他的内心世界，你会发现他的偏执其实是一种灵性的体现。乔布斯曾经说过，我们不是在制造产品，我们是在创造艺术品。他对产品的极致追求，不是为了炫耀技术，不是为了打败竞争对手，而是为了给用户带来最好的体验。他的出发点是纯粹的，是为了创造价值，而不是为了获取利益。这种纯粹的动机，让他能够超越一般的商业逻辑，创造出真正改变世界的产品。iPhone 不仅仅是一部手机，它重新定义了智能手机。iPad 不仅仅是一台平板电脑，它开创了一个全新的产品类别。乔布斯的成功，不是因为他比别人更聪明、更有城府，而是因为他比别人更纯粹、更有灵性。他能够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能够坚持别人坚持不了的东西。股神巴菲特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华尔街这个充满算计和投机的地方，巴菲特却坚持着最朴素的投资哲学，买入优秀的公司，长期持有。很多人问巴菲特，为什么不用一些复杂的金融工具，不玩一些高深的投资策略？巴菲特的回答很简单，我只做我能理解的事情，我只投资我认为有价值的公司。这种简单和纯粹，让巴菲特在复杂的金融市场中保持了清醒的头脑。他不被市场的波动所影响，不被别人的观点所左右，始终坚持自己的判断。这种定力，这种智慧，正是灵性的体现。巴菲特曾经说过，时间是优秀企业的朋友，是平庸企业的敌人。这句话不仅适用于投资，也适用于人生。有灵性的人，他们相信时间的力量，相信复利的力量，所以他们不急于求成，不急功近利，而是踏踏实实地做好每一件事。通过这些案例，我发现灵性高的人通常具备3个层次的特质。第一层次是自我觉察，他们能够清楚地认识自己，了解自己的优势和劣势，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不想要什么。他们不会被外界的声音所干扰，不会被别人的期望所绑架。第二层次是价值导向，他们的行为不是基于利益最大化，而是基于价值创造。他们相信，只有创造了真正的价值，才能获得真正的回报。他们不是在做生意，而是在做事业。第三层次是长期主义，他们不会为了短期的利益而牺牲长期的价值，不会为了眼前的得失而放弃未来的可能。他们相信，真正的成功需要时间的积累，需要耐心的等待，能看透和阻止自己往城府算计的方向滑落，是一个人具备高灵性的体现。人群里高灵性的人，他内心的价值判断标准是多维的，既不会把自己放在纯粹竞争的状态里，也不会仅凭外界的表征就快速地怀疑自己。因为自身的内核足够强，发心足够单纯，所以能从长期主义的视角去看待人生。这样的人注定是会走得越来越高，能量也越来越大。同时，随着自身能量的变大，也有更多的人选择加入你的队伍，并真心地希望你能成事。回到开头阿尔西波夫的故事，他之所以能够在那个关键时刻做出正确的选择，不是因为他比别人更聪明、更有城府，而是因为他比别人更有灵性。他能够超越恐惧，超越压力，
超越群体情绪，回归到事物的本质，做出最正确的判断。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虽然不会面临核战争这样的生死抉择，但我们每天都在面临各种各样的选择，是选择短期利益还是长期价值？是选择个人得失还是集体利益？是选择算计别人还是提升自己？这些选择看似微不足道，但实际上决定了我们人生的方向。每一次选择都是对我们灵性的考验，每一次正确的选择都会让我们的灵性得到提升。所以，不管你现在处在人生的哪个阶段，不管你现在面临什么样的困难和挑战，我都希望你能够记住，真正的力量不是来自于算计和城府，而是来自于灵性和智慧。当你能够超越表面的得失，看到事物的本质，当你能够超越个人的利益，考虑集体的福祉，当你能够超越短期的诱惑，坚持长期的价值，你就已经踏上了灵性提升的道路。这条道路可能不会让你立即获得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但它会让你获得内心的平静和力量。这种平静和力量会成为你人生最宝贵的财富，会帮助你在任何困难面前都能保持清醒和坚定。记住，一个能把蛋糕做大的人，和一个只会去争夺别人蛋糕的人，注定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选择做哪种人，决定权在你手中。愿你能够选择灵性，选择智慧，选择那条虽然不易但却光明的道路，因为只有这样，你才能真正成为自己生命的主人，才能真正拥有改变世界的力量。就像阿尔希波夫拯救了世界一样，每一个有灵性的人都有可能在关键时刻做出改变历史的选择，而这种选择的力量正是来自于内心深处那份纯粹的灵性。